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9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张又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就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安排，在29号下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29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张又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今年4月，两国元首再次通话，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中美保持军事安全领域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与中方同向发力。美方应当校正对华战略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与中方一道推进两军沟通交流，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张又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坚决反独促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职责所系，对台独势力的肆意挑衅，我们必须予以反制。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散布涉台虚假叙事。事实上，在历次中美高层沟通中，台湾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27号至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台湾问题也是焦点之一。从公开的通报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美双方也都清楚，要稳定中美关系，必须首先处理好台湾问题。29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向台独分子发出警告：解放军一旦出手，必是重锤猛击。民进党当局只要搞台独，就不会有和平。他们挑衅的越欢，就灭亡的越快。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解放军不会出手，而且一旦出手，必是重锤猛击。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台独武装的所谓能力，不过是蚍蜉撼树，不堪一击。在王毅与沙利文的会谈中，双方同意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等机制性安排。就此，发言人吴谦大校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中美双方正在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开展沟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请问能否介绍更多情况？近期有没有视频通话的计划？谢谢。中美双方呢，正在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开展沟通，一有消息呢，我们将适时发布。发布会上，吴谦大校还就当前其他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回应。当前正值中美两军关系止跌企稳的重要时期，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多家中外媒体就美国干涉台海、武装亚太、扩张核武、搅局南海提问，更有许多问题涉及英澳等美国盟友的消极行为。那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军的对话能否适时举行？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规格的升级和话题的深入？美方的诚意还有巨大的释放空间。此外，在29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透露，经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商务部拟于9月7号在天津举行中美商贸工作组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将与美商务部副部长拉哥共同主持本次会议，双方将就各自经贸政策关切、企业诉求和务实合作等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年4月2号至5号，应美方邀请，王受文访问美国，与拉哥共同主持召开了中美商贸工作组第1次副部长级会议。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近期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商贸政策问题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进行了客观理性、专业务实的沟通。8月27号至29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展开其任内首次中国之行。对于此访，中美都将其定位为战略沟通，目的是延续过去1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势头，避免在未来几个月出现新的危机。
从整个过程看，中美之间既务虚也务实，要稳定也要坦诚。自2023年5月以来，王毅和沙利文已分别在维也纳、马耳他和曼谷进行了3轮战略沟通，并在华盛顿进行了会晤。而这次来到了北京。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在沙利文行前向媒体介绍称，沙利文和王毅每次会面通常会在2天内花大约10到12个小时讨论美中双边、全球和地区等问题。本次沙利文访华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应该说，沙利文这次访华成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与我们的外交和军队的高层有了比较权威的也是细致的沟通，对于双方在哪些领域需要展开合作，以及在具体领域管控分歧，以及如何持续的确保双方关系持久稳定，应该说还是达成了普遍的这种共识。外界注意到，相比前3轮战略沟通，美方此次来华的阵容不仅参会人数变多了，而且派出了更多会说中文、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代表。新华社公布的照片显示，沙利文的随行人员中新增加了3位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员，并且几乎都会讲中文。首先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婉琪，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官员，之前在华多年，多次就中美关系和中国学者交流。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卓伊里，在读大学时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过中文，研究生时期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实习生。白宫国安会政策顾问法萨诺不仅在上大学时就辅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还通过了美国大学生在华短期汉语培训项目，到上海东华大学学习过汉语。除了这3位新面孔，还有2位全程参与了3轮中美战略沟通。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曾作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派驻北京工作，如今负责统筹中国相关的事务，会说流利的中文。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他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担任美国外交系统的东亚、亚太相关职务，也会讲中文。2人还曾多次共同访华。有分析指出，这次美国派出如此之多会说中文的代表，说明在行前做好了非常细致的准备，有助于在各领域、各层面跟中方展开讨论协调。在拜登政府执政尾期阶段，派出高级别的人员访华，也说明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一次的战略沟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应该说，这次沙利文的访华行程，的确有些独特，这反映出来美国对中美关系有着自己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考虑，也有留下外交和政治遗产的这种考虑。有观察指出，就沙利文本人而言，年龄还不到50岁的他，仍属于美国民主党内的少壮派。对于未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他本人及支持者恐怕都持有强烈期待。因此，沙利文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的首次访华，可被视为一次补课之旅。深圳卫视注意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沙利文此访。有报道指出，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大选而面临不确定性，但拜登政府仍在谋求进一步深化其对华战略。也有分析认为，沙利文此访释放了积极乐观的信号，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可以预期中美保持高层交往是彼此关系有效处理和管控以及稳定的一个重要核心的内容，从而使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具有可预测性和较强的建设性和稳定性。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沙利文访华。纽约时报报道称，王毅和沙利文的会谈时间总计长达11小时，这也是他们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的第5轮谈判。报道还提及，会面地点是位于长城附近的北京郊区度假村雁栖湖。曾参加过王毅和沙利文此前4轮会晤的前拜登政府官员，现就职于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机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拉什多西表示，这是一个成熟且异常坦诚的管道。沙利文和王毅在过去1年中花了很多时间打交道，这为两国关系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性，尽管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增强。
智库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认为，沙利文此访是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8年来首次访华，延续了由美国总统的高级助理直接低调地与中方对应官员打交道，以应对两国关系中的压力的模式。他透露，沙利文作为拜登最重要的幕僚，在过去几年中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中美关系。实际上，去年11月27号，王毅访问华盛顿并会见沙利文，就显示双方为改善关系所做出的更大努力。因此，沙利文此访也是一次对等的回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在谈及沙利文访问北京时说，美国的外交和沟通渠道并没有表明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他还宣称，美国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这种竞争，并防止其演变为冲突。美方呢也需要在对华关系中要确立下来一个正确的对华认知中美关系必须扎根于现实，而现实是中美两国经济、人文以及对全球议题处理中谁都离不开谁，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角逐的那种思维也不合乎当前中美关系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的。